赤红战烈的霸王气势，宣泄着大海皇帝的惊天怒火。沉睡于碧蓝深海的古代兵器，正在等候宿命交织的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海贼王1055话新时代已经更新，最强霸王色叩问崭新时代。欢笑洋溢在今夜的花之都，那名为自由的歌声庆祝着重生的喜悦。娜美拉着小玉，小玉吃着苹果，和宙斯一起穿梭在庙会的热闹缤纷之中。这份安宁被小心保护着，没有让城外的激战惊扰。桃之助硬扛着绿牛的攻击，却坚持不让大河参与战斗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参加战斗？不行，你绝对不要出手！绿牛卷动木臂，猛一发力，将巨龙重重摔在地上。桃之助一声惨叫，咳出数口鲜血，完全不是对手。雷藏立刻上前，双手结印，发动人法卷卷之术，生命卷轴连环舞动，喷射出一道火焰漩涡，朝着巨大树人延烧而去。绿牛假装痛苦地大叫起来，却是在戏耍雷藏，逗你玩的。这么明显的弱点，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吗？不要小看海军本部大将。绿牛发动能力，制造出连火焰都能压制的防火灵，卷轴喷射的熊熊烈焰竟然被树木一点点扑灭。绿牛再次发威，尖锐树枝如同一根锋利毒刺，直击雷藏要害，以迅雷之势将他身体贯穿。忍者甚至没有一丝反抗的机会，神秘的树枝已经重新开始蠕动，贪婪地吸取雷藏的生命。原本饱满的雷藏瞬间变得干瘪，而眼前枝干越是掠夺，越是强壮。撤教武士们全员奋起，将迎面扑来的枝条一一斩断，可他们总是能够迅速重生，无穷无尽。这家伙难道就没有弱点吗？难道要把这些杂草全部割完吗？在森林之海的狂潮面前，武士们的所有抵抗，最终也只能被无情淹没，成为自然的俘虏。此时的花之都将军府内，埋藏在这个国家最深处的秘密即将揭晓。光月寿喜烧破开密室的地板，露出一个隐藏楼梯，带着罗宾和特拉法尔加罗走向地底。闻着味道就跟过来了，挺厉害的嘛！别把我说的跟猎狗一样，你没跟那群家伙待在一起，我当然会觉得可疑。担心脚下台阶都长没了。显然，已经很久没有人踏足这条密道。寿喜烧慢慢讲述着，海多和大蛇其实并不知道这条密道。然而，百兽海贼团大抗版之一的杰克是一名渔人，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历史正文的位置。这番解释让罗宾更加困惑，为什么说渔人族才能找到呢？待会儿你亲眼看到就明白了。这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？这个啊，好几百年以前吧。罗宾突然停下，被身旁的亮光吸引，在这昏暗的密道内，竟然有一处模糊的光线，可疑又神秘。寿喜烧淡淡的说道：“那是用玻璃做的挡板，你可以去看看了。这里已经是海底。”罗宾小心翼翼地爬向亮光，特拉南狡猾地用能力来到罗宾身边，两人挨在狭窄的洞口前，目之所及只剩惊叹。那蔚蓝深海之中，巨大都市沉睡已久，鱼儿穿梭在残垣断壁间，泥沙与水藻占据了王国所有，唯有那仅存的遗迹废墟还在努力讲述着古老的传说。和之国竟然在海底，那是大约800年前的另一个和之国。过去发生了什么？又为什么要把和之国变成这样？已经无从知晓。多亏了这不是海水，外形才能保存得这么完整。寿喜烧开始解释这一切。和之国过去曾经有一座巨大无比的藤山，人们在藤山脚下建立起了国家。那时候还没有离开海平面。后来在某个时候，围绕岛屿四周建立起了巨大城墙，这个国家也被锁起来了。随后雨水开始积聚，并逐渐淹没了整个国家。人们决定放弃原来的城镇，然后在藤山的山坡上开垦出了新的土地，并重新建立了国家，也就成为了现在的和之国。寿喜烧说着，终于抵达了密道的尽头。他推开一扇石门，古老的房间内，巨大的红色路标历史正文正在悄悄等待着命运到来。罗宾仔细阅读着上面的文字，确认是路标无误，而他也成为了草帽一伙找到了第3块路标历史正文。只要再找到1块，就能够前往拉夫德鲁。这里是藤山底部山洞的一处高台，再往下就是被称为古代兵器普鲁托的沉睡之处。老夫也未曾见过，所以现在没办法让你们看到。想要得到普鲁托，就必须摧毁墙壁，也就是说，开国就意味着将国家的防御屏障破坏，最终将古代兵器释放。惊人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却又带来了更多疑问。既然开国意味着解放兵器，那么玉田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件事呢？寿喜烧也没有找到答案。刚才这些是将军家代代相传的全部内容。玉田也许在海外知道了些什么，只是这一点也已经无从知晓了。这个曾与世界紧密相连的国家，似乎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历史，正在等待着命运之子扫荡这满目尘埃，重新照入黎明。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危机需要解决。花之都郊外，自然之力正在肆虐，绿牛化身巨大树人，平地而起的绿鹰剑狱正在逼近都城。人类是无法战胜大自然的，要是凯多还在，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，明白吗？虽然这听上去很悲哀，但只要有凯多的支配在，这个国家就不会被敌人攻击。他的存在即是意志力。把草帽路飞给我带过来，拿到他的人头后，我自然会离开。绿牛发出最后通牒，扭曲的枝干已经将武士们连同大河全部捕获，只剩下桃之助无能为力地瘫倒在地上。大河也忍不住了，让路飞他们动手吧，这种家伙随便几下就解决了。但这一次桃子似乎格外坚持，不行，我也不会让你出手的，你不准帮我，你一直被囚禁在鬼岛，好不容易才得到自由。
所以我要堂堂正正的送你们启程。还有路飞和索隆他们，这下一直仰赖他们至今。留在这个国家的是我们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，都必须站出来迎战。要是我们一直依赖着旅行的过客，那今后要怎么守护好和之国？陶之助声嘶力竭，喊出自己的全部决心，也终于把这份心意传达给了伙伴们。大和惊讶于桃子的坚持，只见他一边骂着眼前的森林怪物，一边奋力的试图喷出热息。这种不自量力的行为，绿牛已经厌烦了，哭得稀里哗啦，跟个小鬼一样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丢人现眼的龙。话音未落，绿牛眼前突然闪过一片火光，只见巨龙口中积聚起熊熊烈焰，不再是之前软绵无力的气息，刹那间，全力爆发的炽烈龙息轰出巨大火柱，径直贯穿树人。猝不及防的攻势正中绿牛要害，痛苦地大叫起来。桃之助在绝望中，终于使出了火焰的力量，成功吐出热息。树人遭到火焰冲击，巨大身躯倾覆，武士们也因此得救了。主君的成长让家臣们兴奋不已。刚刚这一击招式，简直就像是凯多一样。绿牛的大意招致失态，但这样的攻击还不足以将他击败。正准备发飙，眼前又是一道火光。桃之助看到绿牛重新站起，情急之下又积聚起炽烈火焰，哭喊着要让绿牛滚出去。喂，等等，你这混账东西！没等绿牛说完，巨龙又是一声怒吼，炽烈热息已经朝着树人暴轰而去。好厉害，已经完全掌握龙的身体了吗？虽然瞄准还要多练练。陶之助奋力倾吐烈焰，熊熊大火将树人剩下的躯体完全压制，焚烧殆尽。绿牛似乎停止了行动，然而就在他身后的泥土里，一棵树芽悄悄萌芽，并迅速戳出壮硕枝条。很快，绿牛的身影随着树木再次重生。陶之助接连的挑衅行为已将他彻底激怒。真是的，想把城镇一起烧个精光吗？你这土息我已经看清楚了，不过是个凯多的仿冒品而已。看我把你从头贯穿到尾！绿牛伸出枝条直扑巨龙。陶之助面对生死危机，和之国天空突然炸响雷霆气势。那惊涛骇浪的彼岸深处，一股强劲无比的气息撕裂天空，直冲云霄。绿牛惊觉身体突然无法动弹，浑身自然之力被牢牢压制。森林树人正在急速溃散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霸王色，你是谁？红发海贼团就在这附近吗？此时的和之国近海，红发海贼团正遭遇突发状况。老大，不要突然放霸气啊！新人们都口吐白沫了。暴躁绝伦的气势贯穿九霄穹顶，连雷德福斯号也被震退。香克斯的怒火化作霸王威压，震颤宵小狂徒。我不会说你卑鄙，海军，但趁机跑来针对刚刚改变了海贼历史的新衙门，未免有点太不解风情了吧？那向往自由的勇气，那背负使命的啼哭，那穿越时空的欢笑，那传递幸福的歌声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席卷世界的变革浪潮。你们就那么惧怕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吗？狂来奔涌的霸王色霸气，是香克斯叩问时代的决绝战役，王者威严震动海天。知道了，我没有要跟你们开战的打算，我这就走，行了吧？绿牛收敛能力，自然之力缓缓退去，这场抓捕行动就此终止。大河奔向桃之助，和武士们一起庆祝这场突然的胜利。桃之助的目光牢牢锁定前方，直到看到绿牛的身影远去，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痛哭流涕。一场危机被悄然化解，今夜的花之都依然是欢乐的主舞台，孩子们尽情嬉戏，大人们举杯畅饮，庆祝着所有幸福与自由。都城边缘，路飞和伙伴们正在悠闲地围观刚刚的战斗。他走了，看来没有出场机会了啊！能干的嘛，桃子。但那股霸气确实厉害，对吧？那是怎么回事？不知为何，我想起了一张熟悉又怀念的面孔。和之国近海，雷德福斯号乘风破浪，告别这片土地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55话的全部内容啦。下周不休刊，本话依然有着许多的信息量。古代兵器冥王的位置与古代和之国的秘密一起揭开，我们对空白100年间发生的故事又多了一些线索。另一边，和之助与绿牛的这场战斗，让香克斯有机会小试身手，也让我们见识到了顶级霸王色霸气的威力。香克斯能够成为4王的原因，这下也很清楚了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